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外面没人了，但是外面的一些野狗倒是越来越欢了。它什么时候能够停？好了，没声音了。好了，今天是元月25号，大年初一，封城的第3天。和大家说一下，昨天封城的第2天就是大年30，头一天封城第1天，因为那个菜市场里面那个菜被抢光了嘛，所以第2天和大家说了，我说很早去的那个超市里面去买菜，9点半的时候到门口就已经看到了很多爷爷奶奶呀，那些老年人他们在门口等着去抢菜。我到旁边那些小的超市里面去看了，昨天的菜呢还是比较多的，比第1天要好很多了。没有出现什么哄抢现象，然后它的量也比较大，这点是没有问题的。后来呢，我又到了马云爸爸开的那个盒马鲜生，品种也特别多，里面海鲜啊、水产品啊，还有一些蔬菜什么的都特别的全，价格呢也非常稳定，不是特别贵。所以总体来说，吃的东西第2天就缓解了很多了。买菜这方面应该是没有很大的问题了，因为在路上还看到有一些酒店，疫情没有发之前，在酒店里面预订了那个年夜饭嘛，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呢，很多就已经把它取消了，不管是旅游啊还是吃饭住店，取消都是免费的，所以很多人都取消了这样一个聚餐的活动。但是酒店里面提前买的一些菜，做好的一些菜都有富余嘛，多了不就坏了吗？所以很多酒店门口都会售卖他们酒店里面多出来一些青菜呀、成品啊、肉啊、圆子啊，还包括他自己做好的一些菜。我觉得这方面买菜应该东西，从昨天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是没有很大的问题。昨天也特别忙，拍了一期视频。然后到了晚上呢，就和家人一起吃了一个年夜饭。晚上呢，一起去看了一下我们的春晚。家里人整体的一个情绪都不是特别高，好像看到一半，父母他们小孩那边好像也没有精力去看，很早也就睡了吧。今年的过年就已经没有那种年味了嘛，大家都不叫过年，感觉有点像过关一样的，并不是过年。然后昨天也没有什么心情和大家说拜年啊，这种拜年的短信、拜年的那个微信上面的拜年，还包括手机上面的拜年短信信息，也比去年往年要少很多了。对，特别到了晚上0点钟声敲响的那个时候，几乎上是没有看到很多收到这种短信或者是微信的，过年庆祝短信、祝福短信很少。可能大家都心扑在那个肺炎上面了嘛，所以都没有什么心事。昨天应该就是这样过了，晚上很晚才睡，因为拍完视频上传以后，然后和大家在频道里面和大家进行一个回复，到最后也到了2、3点，最后也就睡觉了。然后今天呢起得很晚，然后和大家说一下今天武汉的一些变化吧。白天出去了一下，在路上呢也没有看到很多的人。路上公交车也没有，出行呢也只能打出租。整体来说，路上的行人也不是特别多。然后昨天也发生了很多事，比如说6天之内，武汉6天之内要建北京那样的小汤山那个医院，要在6天之内建好，那个临床要达到1000个。到了今天晚上，好像又听说要开2家这样的小汤山医院，而且第2家可能他的那个接待病人的那个床位1300张，所以这个数量还是特别大的，2家小汤山医院。还有昨天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就是那个晚上，就是在我们看春晚的时候，11点钟的时候，解放军就进入了武汉市，好像听报道是有什么海陆空啊，一共有450名那个解放军的医护人员飞抵武汉。我记得我当时在做视频的时候，11点钟左右吧，我就听到飞机的声音飞过嘛。我们小区这边很少有那个飞机飞过的，所以当时很奇怪，怎么会有飞机飞过？哦，对，今天晚上又听到一个消息，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封禁的第4天，26号0点开始呢，就武汉市几环，我看一下上面是怎么说的，26号。就是凌晨开始，一直到4月23号，武汉市绕城高速公路里面，你可以理解成5环吧，就是武汉市的5环以内，
1月24号到4月23号全部机动车限行。之前停了公交车嘛，地铁这些公共交通之外，能够在武汉市内运行的也就只有私家车和出租车。从明天开始，武汉市几乎上路上就没有车可以走了。然后这个时间特别长，一直到4月23号，我天！所以之前加的那个油一点用都没有。你说把它加满了不让你开，你说你加了油有什么用？没用了。所以明天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嘛，所以大大小小武汉人都会有一些心理疾病吧，是心理危机什么的。因为包括你看我第一天知道的时候，我的情绪也非常低落，所以呢，武汉市呢也开通了一个02785844666的一个叫免费心理热线电话，就是说你要是心情不好或者心理出现崩溃的那个时候，可以打这个电话过去，寻找一些心理安慰什么的。但是只有一部电话，可能很难打通。还有今天呢，终于买到了 N95的口罩，但是数量不多，好像只买了10几个。然后这就是今天的一天吧，然后明天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感觉天天在家里面，然后看到外面有很多变化，很多新的消息传过来，我觉得非常的无奈。好了，没有什么说的了，想了半天，好像也没什么说的了。今天就到这吧，拜拜。